这是一期申论作文批改的节目。如果你也写了申论题或写了作文想要批改，那请你参考说明区的连结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位 Fish 啊，他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？他目前准备的是一般行政高考3级的考试，他所提交的这一题是106年的行政法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，行政法的实务很常考，但解题本字数都很多，关于实务的题目还有可能整段贴上，不知道要怎么样转化成考场能够写得出来而且记住的分量。好，我们先来回答他的问题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来看他写的东西啊。如果你去看拟答或者是解题本的内容，一般来说都会非常的丰富，内容非常的庞杂，根本不可能把它直接背起来转化成你做考题的答案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？你怎么样从解题本的资料当中去参照你自己的思考，模拟出考科想要你的作答的方式，分段有架构的去把它摘录成一个答题的内容。Fish 呢，他在下面其实也又补充了几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这样说哈，如果啊考科一半选择一半申论，他讲的就是行政法，行政法就是属于一半申论一半选择的题目。那他选择题呢，大概错2-3题，2-3题也就是25题，大概对22、23，分数也大约就是44，是不是重心都该摆在申论上？因为练习选择的话，会压缩到申论的时间，不知道该怎么取舍。好，我这边的建议是这样的，选择题每天都要练，申论题也是都需要练，两个都必须要并重。不过当你的选择题已经练到只错2-3题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只要维持这个基本盘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时间多挪用在准备申论题上。再来，他第二题，上次考地特4等差1分，他的行政法跟行政学都80分以上，应该都是全选择。共同科目不高就一般，英文比较差一点。申论大概平均在7到12分左右。这次要挑战高考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式去提升申论写作？审题有时候还审错，搞混题目想问什么？写字速度没什么问题，但脑袋动得不够快。写字速度没问题，这个是你的优势啊。当我们写字速度 OK 的时候，我们接下来要处理的就是字的工整，然后还有内容的练习。你如果能够把你脑子的东西尽量以文字去输出，然后把它写成一题一题的申论题，可能你练的量不够，所以建议你多练习。然后这边呢，他讲到光想要怎么写就浪费很多时间，很挫折跟焦虑，这是大家都共同面对的问题。Fish 所写的这个内容，我们可以看到他考的是第2题，标号呢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觉得比较能够改进的地方是，我们的每一点论述的申论，我都建议你需要有一个标题，再接着做论述，而不是直接用一个像文字性的这样直接去表述。像这样就是直接用一个文字去表述，用一个段落的表述，这样子呢，它的结构是比较不明确的。所以我这边会建议你，如果你在写的时候，你应该尽量在每一条项，包括这个1点、2点、3点，都应该要有一个小标题，然后再继续描述。然后呢，我建议，因为它这是2大题嘛，这边的括弧1呢跟括弧2呢，我建议你应该要去区隔它们的不同，2段中间空一行，这样才可以呢让监考老师明确的去确认你这2题。如果再多一些建议，就是我们在考行政法这种半选择半申论的题目当中，它是2题申论25题选择题的考科，其实你做完25题选择题的时候，大约只会花半小时左右的时间。所以呢，你的申论题2题，你可以写的时间每一题都至少还大约有40到45分钟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啊，某一个市立的交响乐团依聘用人员的聘用条例，在官方网站公告甄选乐团的专任指挥，还有他贴了甄选的简章。这个某甲呢，他报名了参加甄选，经评审之后公告之后，告知某甲没有录取。请问第一题，前开甄选的简章跟未录取的通知到底法律性质是什么？占比15分。第二题，假若不服这未录取的通知啊，提起诉愿的时候，受理的诉愿机关依法应该要怎么处理？好，这边是10分，这边要看几个重点啊。首先我们来看聘用人员聘用条例，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是法律。市立哦，所以这个不是私人机关，是公家机关。然后我们来看甄选简章，你大概就可以想到，就是在考你定性它是什么，可能是行政规则、行政命令、法规命令，还是行政契约、行政处分等等等，大概就是考你这些东西嘛。未录取通知又是什么？是观念通知，还是行政处分，还是什么？那第二个呢？如果你不服，这边已经跟你讲诉愿咯，所以你可以很确认到这题的答案，第2小题的答案一定有一部分是讨论行政处分。所以讲到行政处分，你就要想，那也有可能不是行政处分的时候，有可能是什么？有可能是行政契约。这些概念你就要马上能够连结，马上可以推判，然后这个时候就要考验你的功夫了，你要马上能够背出行政处分的具体要件，行政契约的具体要件，你就要把它背起来。你背起来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考场上灵活发挥，甚至你
就可以把4字几号把它全部就放到你的脑子里，就全部都啪啪啪啪啦，全部写出来了啊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解行政法的时候必须要去思考的。再来，我们写行政法的时候的篇幅啊，至少都是要在3到3.5页为一题哦。所以以这个2个概念来看，你可以知道第一题的重要程度比第2题高，也就是你第一题的论述跟第2题是有关联的。所以第一题我们的内容就要落在大约在2页的范围，第2小题的范围就是大约是在1页半的篇幅。知道这样的概念之后，我们也大概理解了这整个题目的一个逻辑之后，我们要来看一下 Fish 他写的东西哦。他这边直接讲甄选简章跟未录取通知的法律性质是事实行为，这个解题有点问题。我们在论述一个申论题，尤其是像行政法这么大的科目的时候，篇幅需要多，而且考试时间也长的时候呢，你必须要做的是论述，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对方是答案是什么。所以写作的方式要调整。例如说，你可以写说甄选简章及未录取通知的法律性质为何？你可以先去讨论是什么，然后在下面去论述。你不要一开始就告诉对方说是什么，那万一你前面一开始就写错，那他就看不下去，你这一题就没有分数了。所以在最前面呢，我们要讲一个比较客观的讯息，然后最后经过你的层层堆叠，最后弄出一个答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点啊，聘用人员的聘用条例非公务人员任用法是以契约的方式任用，不经铨序部审定。大概理解他想要表达的就是说，这个条例呢不是公务人员，虽然它是公家机关，所以是契约，你想要导向的是行政契约，看的感觉是这样哈。聘用的职务，市立交响乐团专任指挥为执行专业性行政的职务，形成机关与人民间公法上的法律关系，视为行政契约。这个甄选过程乃契约订定的准备，发出公告甄选简章的行为，依行政程序法149条准用民法为邀约之引诱。好，这一题确实它有一部分的论述的论者认为是邀约的引诱，但这个答案还不够全面，这只是其中一个点，而且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点啊。第4个，假收到未录取的通知，因为该市立乐团并非行政机关，故非直接对外发生法律的关系之单方行政处分，仅为拒绝邀约的意思表示。就是说，你说这个不是行政处分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行政契约，所以这个2跟4的论述其实也可以调整一下，有一点反了哈，没有最后再弄一小段说，那你去定义那到底是竞争型的行政契约吗？还是什么？你第一题比较可惜是，你虽然论述了4段，但是你没有结论，你的结论是事实行为，你在最后面没有一个为什么是事实行为这个说明，没有很明确。我在想你可能讲的是这个地方，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事实行为。好，那我觉得这一题的审题的方向不是那么正确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Fish他在写作的能力上其实是有条理的啊，他只是没有抓到这一个题目他问的核心，然后他也比较没有用到太多的法条，或者是用到4字去作为他支撑他论据的点哦。这边只有看到一个行政法149。好，这是第1小题。第2题呢，它跟第1题是有关的，所以呢，你第1题的论述会跟第2题会有直接的关联。受理机关应作为不受理的决定啊，这边一样的问题，你先不要直接讲答案，你可以最后再多增加篇幅的情况下，你可以最后再写一个结论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论述啊。诉愿法第1条第1项明示，对于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处分，致权利或利益损害，得提起诉讼。这一段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看第2个，甲的未录取通知同上述不是行政处分，没有诉愿法的适用。这一段的描述不太正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前面定性它是行政契约，所以是行政契约，不是行政处分，应该打的是一般给付诉讼。你这边直接没有诉愿的适用是有问题的啊。第3个，受理机关对于非行政处分的申请，应依诉愿法第77条的第8款为不受理的决定。好，我们看完了 Fish 讲的东西，我也把大概的解题方向跟他说明之后，解析一下这一题的一个整个脉络。其实这一题考的算是非常难的一个行政法的题目，所以 Fish 敢挑战这一题，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惊艳。我们可以上写啊，直接括弧1，关于甄选简章以及未去录取通知的法律性质探讨，或者写法律性质都可以。甄选简章法规命令说，我先讲一下法规命令是什么，把法条先讲一次，在开头就告诉他法规命令是什么，后面再去把刚的描述把它引用出来。然后第2段呢，我讲行政规则说，依职权订定有关考试的等等等，然后呢把这个相关的规则引用在这边。再来呢，再讲依实务见解的715号应该是行政命令，这个就是整个甄选简章。你也可以这样写，综上所述接在这边，这样也是 OK 的。那在第2条题呢，未录取的通知的法律性质，国内学者有2说，行政契约说就把这个写把它贴上来行政处分说把它整理在这里。括弧2呢，我就会这样写，假若提起诉愿，受理机关应为如何的决定呢？依第1说的见解提起一般给付诉讼，我把答案写在这边，然后这边
边有论述。然后第二段呢，我写第二说的见解，行政处分的程序瑕疵啊，然后把这边整理哈，或者你写说是否有行政处分的程序瑕疵等等。然后最后呢，你如果篇幅还不够，你还得再做一个总结，就综上所述等等。那我会把这一份相关的资料一起寄给 Fish。所以回到刚刚最前面 ，Fish 讲到说，他考申论题之后都会只有7分到12分。其实从刚刚的这个写作的状态来看，大概可以理解啊，就是他有抓到应该要怎么写，可是他写出来的内容的篇幅因为不够，论述上的架构呢也不是非常的完整跟准确，只能拿到大约算是基本分偏下的分数。我建议 Fish 你可以再重新把这一题再重新整理，再写一次看看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研究一下你自己写内容，然后自己把它调整到这个相对的篇幅，然后把它整理出来。我是 Yellow，谢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